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是玄学小师弟。今天讲一个朋友的神秘爱情故事。他是上海本地人，不但大学毕业后去了某顶级投资机构，做到合伙人级别后，自己离职创业，做了一个基金，成为专业投资人。今年刚40岁出头，身价过亿，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优秀人才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大老板的家里，当时大老板想收购国内排名第2、第3的漫画内容公司，然后约了当时国内漫画内容第1的创始人谈判。那个漫画创始人出道很早，属于很权威的前辈，基本上画漫画的都知道，他也比较尊重他。不过前辈这种词嘛，都是别人尊重你，你不能真把自己当前辈，倚老卖老。那个前辈当时就特别倚老卖老，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，张口就是全中国所有漫画平台的老大，都是看我的作品长大的，你敢不跪下喊爹？后来大老板也怒了，就问他，那你觉得是你牛逼还是郭老师牛逼？他更加愤怒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说，全天下漫画人都要规规矩矩喊我一声老师，特么的郭老师怎么配跟我相提并论？他这么说话就有点儿没脑子了。你可以骂大老板没脑子，也可以骂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但是你别拿人家郭老师开刀，况且你的名气等也完全配不上人家。当时在座的都是各个投资方，或者就是漫画平台大佬，我这种小角色嘛，就窝在沙发上吃水果好了。结果听到这句话，忍不住恶心了他一句，我老师那么厉害，肯定像郭老师一样买了几套别墅了吧？这个前辈愤恨地瞪了我一眼，夺路而逃。大家哄堂而笑，谈判方都跑了，大家也都跟着走了。里面有个投资机构的负责人就跟过来，问我去哪里，然后说顺路让我跟他一起走吧。他开着一辆大众汽车，看着很普通，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大众啊，可和普通大众不一样。有句话叫做不怕奔驰和路虎，就怕大众带字母，说的就是这个大众辉腾当年对标宝马7系、奔驰系的土豪车，真正低调豪车。我原本以为他折服于我的才华，想要跟我聊点什么，谁知道一直送我到楼下，他都没说什么，只是临走前加了个微信，说自己是做投资的，以后要想拉投资可以照顾一下他。后来和他关系好了，他才说我太锋芒毕露了，剑气纵横自然好，但是也容易割伤别人。这种人在职场很难待久，早晚会创业，所以提前结个善缘。后来果然被他说准了，投资人眼光还是毒啊。后来我们又有一些事情合作，来往了几次，就成了朋友。有时候大半夜的给他发个微信，就约到虹桥那边喝酒。虹桥那边是韩国区，有很多老外开的小酒馆，开到深夜，小酒馆外面挂着一个小灯笼，很有喝酒的情调。我们经常要一瓶梅子酒，要一碟芥末章鱼，一碟明太鱼干，然后慢慢喝起来，喝到东方发白。他是一个特别讲规矩的人，做事情总是从容不迫，干干净净，像他的车一样内敛低调，温润如玉。我不行，我做事总是风风火火的，要么纵情欢愉，要么愤世嫉俗，属于特别急躁的那种人，老压不住火。说来也奇怪，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倒成了朋友，想想也不奇怪。孤傲冷僻的西门吹雪，最好的朋友反而是嘻嘻哈哈游戏人间的陆小凤。不过和他认识久了，我就发现了他的问题，他不近女色。不近女色在现代职场来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古龙先生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其实在职场也是一样，你做到一定位置，怎么都要做一些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事情。我以前做网游运营，有个朋友叫小付，小付原本特别单纯一孩子，后来就被带坏了。我们运营的是一款韩国人开发的网游，这里我要吐槽一句，我不是要搞什么民族歧视，但是韩国人真的是我所见过最龟毛的人。好多人说日本人最难合作，其实日本人只是严谨，开头谈判特别难，每一点推进都很难，但是他们一旦合作起来，就会扎扎实实按照约定来，你一点也不用操心。韩国人不是，韩国人啊，属于那种你开始和他们谈判很难，后面执行更难。我们当时和他们约定好了开会，原本约在周一，结果失联了，怎么都联系不上，都要报警了。后来又过了几天，他们才姗姗来迟，大家以为被抓了，赶紧问问啊，结果人家说大老远来一次不容易，所以先飞到澳门，在那边赌了几把才来的。后来把路费都输没了，为了省钱就坐船去了香港，然后在香港借了钱才过来的。我真是特么的醉，结果你迟到了就特么积极点儿啊，然后又心情不好，后来再三沟通，才说是因为东莞名扬韩国，他们想去体验体验，估计心情就好了。没办法，一切为了推进游戏，那特么的就安排啊。后来项目组给小付凑了点餐饮发票，让小付带他玩了一下才好，然后小付同志回来后就变坏了，
那个实话实说，项目组好多同学也都希望为了项目出力，也去牺牲一下，结果发票没凑够，所以我当时确实没有去。每年游戏 CJ 上海夜场都是爆满的，兄弟们好容易出来风光一次，你还不给安排安排啊？但是我喝酒不行啊，尤其是夜场的假酒，我一喝就上头，所以每次都拉着这个朋友过来陪酒。他每次就坐在那里听歌，然后微笑着听大家喝多了吹牛逼，最后一个个给我们这帮死猪送回去。低调优雅坐在那里，慢慢品着一杯劣质红酒，穿着剪裁合适的巴宝莉的风衣，还是很吸引人的。夜场的小姑娘很喜欢他，老挨着他坐，嘘寒问暖的，还老想跟他出去不要钱的那种。但是嘛，他每次都温文尔雅的巧妙拒绝，既不曲高和寡，让大家不舒心，也不至于放浪形骸，和我们同流合污把握的特别好。至于带着小姑娘出去嘛，别说带了，他连别人的手都没牵过。当时我还挺担心的，怕他别是个 gay， 对我有啥企图之类的。后来发现还是挺正常的，因为有一天就是我离开上海那一天，约他喝酒，大半夜的我们买了一些酒去黄浦江边上喝。其实黄浦江边上喝酒是挺傻的，风太大还冷，但是心里苦啊，所以在这种地方喝烈酒，喝伏特加反而舒服一些。也是那天他喝多了，给我讲了他的故事，一个爱情故事。他说我是典型的上海人，我爷爷是第一批留学生，后来去了大西北搞科研，父母都是大学教授。我们这种家庭出来的都比较规矩，或者说比较死板了，就是那种从小要练书法，弹钢琴，做3好学生，然后考上上海最好的学校。他喝了一口酒说，很无趣的，大人只考虑利益，哪懂得小孩子喜欢什么。所以我就很羡慕你啊，你高考数学考18分，家人也就是笑笑。我有一次没考满分，大冬天的让我只穿着一个背心在楼下罚跪，很惨的。所以我一直考到大学都没有做过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如果说有的话，可能就是当年喜欢黄家驹，所以自己偷偷练习了吉他吧。后来到了大学也是按部就班做班干部，加入学生会，拿奖学金，苍白的和一张白纸一样。他说直到那一天我参加一个社团组织的晚会，做主持人。那场晚会很糟糕，尤其到了最后，就一个女生在那干巴巴唱歌，音响还坏了，气氛特别尴尬。当时台下就上来了一个姑娘，穿着一身汉服，特别艳的大红色，拿着一把剑朝我冲了上来。我当时吓了一跳，就看见那姑娘嫣然一笑，朝我拱了拱手说，师兄救场如救火，且让小女给大家舞个剑吧。然后她真的就在舞台上舞起剑来。她突然有些激动，她冲到台下抢了一把吉他，然后开始了弹唱。我问她，你弹唱的什么？她的眼睛明亮起来，将进酒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300杯，与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倾耳听。这是他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弹唱，他也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弹唱这一曲。红衣姑娘闻歌起舞，那一柄寒剑寒光闪闪，那一个红衣女子翩若惊鸿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。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气动四方，一曲舞毕，掌声雷动。红衣姑娘丢下宝剑，拉着他就跑。那月下秋意正浓，两人跑过草场，引得众人侧目。好一幕鸿福夜奔，他跑得气喘吁吁，问演出怎么办？红衣姑娘就笑说，我一上场演出自然就结束了。他才明白，原来这次演出是某个古风协会举办的，负责人就是这个红衣姑娘。姑娘拉他去喝酒，两个人坐在马路边，一人一瓶酒，喝得昏天昏地的。末了姑娘说，你弹得不错，给你一个机会吧。他问什么机会？他说追求本姑娘呀。他忍不住说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他笑了，老娘喜欢你，管你是谁呀。说完他就唱个歌儿回去了。他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忍不住叫了一声，太晚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姑娘头都没回，使劲挥了挥手，敢打劫老娘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他扑哧一声笑了，这姑娘倒是有点意思。后来自然是在一起了。他说这个姑娘是河北沧州人，沧州上武。姑娘出自武术世家，相当于师门小师妹。他暑假时跟姑娘回来一次家，那帮师兄弟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用盆那么大的海碗给他敬酒。小师妹也不劝，坐在那里笑得花枝招展。他就笑这个小妖精啊，金帆却是罢了，端起海碗就呵呵的，众人面色大变。小师妹跑过来抢夺海碗，他大醉3天，赢得了女侠一枚，悠悠哉哉回到上海。再后来呢？没有后来了。结婚前，姑娘突然晕倒了，送往医院一查，已经是绝症晚期第4期，从发现到去世也就4个月的时间。她说我的世界原本是没有光的，
只有大片大片的黑暗，只有他是一束光，光熄灭了，我也要随他去了。他陪着她茶水不思，心存死志。姑娘骨瘦如柴，用干瘦的手抚摸他的脸，告诉他说他奶奶是沧州著名的神医，吃斋信佛，活人无数，老太太活了108岁。他去世的时候，整个病房的人都说闻到了烧香味，还有人说听到的敲木鱼的念佛声。他是笑着走的，说是漫天神佛都到了，往下撒花呢，要接走他了。小姑娘紧紧抱着他，哭成了泪人，不肯让人离开。老太太就叹息说，你用情太深，情深伤心，未来恐怕会折寿啊。老太太就说，人是有来世的，如果你太爱一个人了，下一世还是可以遇到的。他拔下一个簪子，告诉他，这是佛前供奉了一辈子的簪子，已经有佛性了，我把它送给你。你如果遇到了愿意再过一世的人，就把簪子烧红，用它在你们身上同一个位置烙在一个印记，下一世就还会遇到。他拿出簪子说，你要是愿意等我20年，我就再嫁给你。他用打火机烧红了簪子，在自己的胸口烙下了一朵莲花。他其实是不信这个的，他在胸口烙下莲花，意思是永远把它记在心里，永不会忘记了。他就笑了，让他出去，然后自己也在同样位置烙下了莲花，溘然而去。他留下的遗言是，我佛慈悲，明心见性，见此莲花便是见我。讲完这个故事，他哭得稀里哗啦，我看着他也不知道如何安慰。后来我就离开了上海，去了保定，然后是苏州。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。人到中年，忧事伤生，偶尔匆匆见一面也聊不了多久。昨天他突然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这世上到底有没有轮回。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要是其他人，我就给他扯几句很玄妙的话绕过去了。但是这是自己人，我不能骗他，只能老老实实的说，确实是有的。我们读者就有许多带着轮回记忆的人。他就说，那就对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我不明白了，谁出现了？他说，我佛慈悲，明心见性，见此莲花便是见我。我有些惊了，想着这哥们不会是私人心切，走火入魔了吧？他却给我讲了一个事情。他说，自从他前妻虽然没领证，但是他坚持那是他妻子去世后，他就开始信佛。虽然也不怎么烧香，但是心中有佛，明心见性，也不见得不虔诚。去年他去陕西一个地方考察，那是著名的贫困县，想做点儿公益什么的，结果在路上被人碰死了。几个流氓把他拉下车要敲诈他，结果旁边过来一个姑娘，穿着一身红衣，仗义出手几下就给他们打跑了。他赶紧表达了感谢，小姑娘拍拍手，不就是几个泼皮流氓呢，怕什么？他讪讪地说，那也要小心点儿，别被他们报复什么的。小姑娘毫不为意，头都没回，使劲挥了挥手，敢打劫老娘的人还没出生呢。他心里猛然一动，突然想起20年前那个姑娘，他不动声色让小姑娘上车，说感谢她，要送她回去。在车上，他和小姑娘聊了聊，小姑娘是本地人，考上了西安一所名校，现在是寒假，她回家待几天。她家里不是练武的，只是她从小喜欢武术，所以家人给她找了几个师傅。她最喜欢的就是舞剑，以前还获过奖。她心里扑通扑通跳，紧张的要命，想问那个烙印，却又不敢问。她都要恨死自己了，当时偏要印在胸口，这他娘的要是印手上不就简单了？没办法，他只好送姑娘回去后，自己在附近找了一个旅社住下了。他在当地住了10几天，每天绞尽脑汁在人家家门口转悠，希望看到这个小姑娘。那些天他把什么事情都丢在了一边，失魂落魄一样，只想见到她，想知道她究竟是不是妻子转世的人。后来大门终于打开了，出来一个老汉，质问他为何老在他们家门口徘徊，是不是有什么坏心思。他当时就跪在地上，硬着头皮把自己的事情说了。说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很荒谬，就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名片，想证明自己是个正经人。没想到老汉没看这些，却问了他一个问题，你那个前妻是什么时候没的？他说了一个日子，老汉就感慨一声说，活该就是你了，然后扶他进去说话。老汉让老太太拿了一个白色的小被子，小被子上有一个莲花烙印。他心里猛然一动，唰一下撕开衣服，露出了胸口处的莲花2香，印证分毫不差。老太太也叹气说，看来真的是他了。老太太就说，当年他难产，眼看着是就不活了，都晕死过去几次了。2口子是信佛的，医院外面有人贴了一个观音像，老头子就拼命朝观音像磕头，求观音大士救命，磕得头破血流。老太太恍惚中就看见观音大士给他送了一个孩子，那孩子周身雪白，胸口处印着一朵血色莲花。后来孩子生下来，果然胸口印着一朵莲花。他们也觉得很神奇，老太太会绣花，就照这样的在被子上绣了一朵。老汉就拍拍他的肩膀说，
我们没啥好说的，你去和他谈谈吧。他哆哆嗦嗦拉着小姑娘的手，把前妻的事情和她反复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，说了好多遍。最后他紧张地看着她说，你现在明白了吧？小姑娘若有所思，那你是要娶我吗？他使劲点点头，这是上一世就说好的啊。小姑娘歪着头想了想说，好啊。他有些恍惚，忍不住问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姑娘哈哈大笑，老娘喜欢你管你是谁啊。他猛然想起自己和他认识的第一幕，一样的嚣张跋扈，一样的骄傲蛮横，不由泪如雨下。小姑娘拍拍他的头，小傻瓜没事了，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他原本打算带着小姑娘回上海，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把当年的遗憾全部补回来。但是疫情严重，他们被困在陕西了，回不来了，所以他们决定马上就结婚，立刻就是明天了。他已经等了20年了，多一天都不愿意再等了。他告诉我，明天他估计要喝多，所以就提前给我通知一下。不过红包是少不了的，而且还得要2份，让我务必明天转给他。然后他哈哈大笑，特别嚣张地挂掉了电话。